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请大家来欣赏这颗花梗超长的大花文心。其实它是长萼兰跟文心兰的不同属的杂交品种。由于它的花很大，它的形态还有它的养殖方法跟文心兰差不多，所以我叫它大花文心兰。今天除了让大家欣赏它之外，还将跟大家分享对它的养护心得。在我的视频第37集里面，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它。它的花很大，唇瓣是深紫色带着白色的花纹图案，而且每一朵花的花纹图案都不一样。在我的视频第30集中秋赏花那一集里面，我把它比喻成从天而降的小仙女。看，这是仙女的头，有棕红色点缀的黄色部分是她胸前的装饰物，就像她穿着一条带着白色花纹图案的紫色轻纱长裙，花瓣由浅浅的草绿色配上紫色，令整朵花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和具有立体感。这串花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花苞还没打开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给它拍摄了。原因是看这里的第一朵花已经开始褪色了。这条花梗实在是太长了，总共13朵，而且每开一朵都要隔一段时间再开第二朵。我等了1个多月了，等到花儿也谢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开拍。其实这个球茎不只是这一条花梗，它有2条花梗。球茎顶上的这条花梗，在这条花梗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谢掉了，可能是它基因的问题。去年也是，顶上的开了，球茎旁边的花剑才刚刚抽出花梗没多久，还没看到花苞。等这条花梗开出11朵美丽的大花的时候，顶上的那一串花已经谢了。去年它所有的花都谢了之后呢，我就给它换盆。它原来的植料是水苔，把水苔拆了之后，看到它的根非常的漂亮。我给它换了个陶盆，因为花梗实在是太长了，这样可以防止头重脚轻。从盆面上可以看到它的球茎一个比一个大。第一次开花，这个球茎这里有一个花梗，在侧面这个地方也有一个花梗。这个球茎花谢了之后就长出了中间这个球茎，这个球茎就是去年开花的球茎。在球茎的顶上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花梗，在旁边这个位置也有一支花梗。它的花谢了之后就长出了最后这个球茎，这个位置呢也是有一条花梗。每一次顶上的这条花梗都是先开，但是花的朵数却不如旁边的这条花梗。这盆花这一次花还没谢，就已经有一个新苗，但是这个新苗呢是这个球茎长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老的球茎也有机会发新芽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这次换盆之后的植料是换成了颗粒状的，是松树皮。因为盆子太大了，如果用纯水苔的话就容易过湿。在养护方面，在室内的时候浇水我是用泡盆的方式，大概每周1次，泡的时间至少有30分钟，有时候泡过夜。在室外的时候呢，就是用水龙头1-2天就给它浇水。光照方面呢，
在室内就跟蝴蝶兰放在一起，到了春夏我就把它搬到室外，有 50% 的遮光。肥料方面呢，除了每2周给它一次水溶肥，我还给它加了这个缓释肥。因为了方便我自己的操作，水溶肥我全部都是用建议浓度的1半，这样对它来说可能有点太淡了。去年开出的那一串花，最后一朵颜色就变得浅了。今年加了缓释肥之后，花的颜色就一致了。对了，我忘了说了，每一次用水溶肥的时候，我都加有海藻液还有钙镁补充剂，浓度配比在我的视频第24集里面有分享。温度方面呢，不要低于摄氏10度，华氏50度。它怕热，喜欢凉爽的气候，最好不要超过摄氏30度，华氏86度。听了上述这些条件，你看这小仙女是不是命好啊？我们得宠着养她，谁叫她长得那么美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收看。